您刚才看到的视频是4月26日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反移民抗议活动，英文叫 Anti-Immigration Protest。整个活动的话，应该进行的比较和平。截至我前几天看新闻的时候，说是只有3个人因为违反就是公共秩序，然后被拘捕了。其实爱尔兰去年也有一次反移民抗议活动，听说那次就是抗议的是非常激烈的。然后当天除了有这个反移民抗议活动之外，还有一个活动组织是反移民抗议活动，英文叫 counter protest 或者是 counter demonstration， 应该是一些左翼的人士来组成的啊。当然这一部分的人是比较少的。然后在发生这个抗议活动之后呢，我也看了一些本地人的一些采访，我就来说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本地人的他们的观点。首先是一个城市的居民，就是都柏林的城市居民，他说是近年来就是都柏林它那个治安比较恶化，很多就是移民会欺负他们家的小孩，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政府已经让一些难民已经住上了政府的福利房，而他们本地人就是一些人排了可能7、8年，可能还没有排到。然后还有一个城镇的居民就表示，就是政府把他们就是乡镇上唯一的酒店，然后用来安置那个难民了。然后他们当地的老人在周五的时候也不敢去那个社保局领取养老金，因为那个社保局门口都是那些移民。然后还看了几个就是政府相关的公职人员的采访，公职人员一表示，现在爱尔兰确实缺乏这种移民政策的相关就是讨论，不像美国那种在总统大选的时候，移民是作为一个议题被讨论的，而爱尔兰的话现在是缺乏这种就整个这个政策流程的。然后就是公职人员2表示的话，说是现在欧盟已经接收了一些世界难民，而爱尔兰作为欧盟的一员，就是爱尔兰是有义务来接收这些难民的。然后公职人员3的话，公职人员2还表示，就是这些难民在入境的时候都已经被就是录取过指纹了，如果他们在爱尔兰境内就是犯罪的话，他们难民是会被直接遣返的。然后公职人员3就表示，爱尔兰现在对欧盟的态度不够强硬，爱尔兰不优先考虑本国自己的公民，而只是一味的妥协，就是让步欧盟的一些规则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说是爱尔兰可能就会变成第2个那个瑞典。以上就是我当时我观察到一些本地人的一些观点。我现在就来聊一下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。首先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这个就是访谈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反错对象了。他们应该反的应该是那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，而不是移民。因为移民这个词，我想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就是指的那些合法的正常的移民，而且如果真的有统计数据的话，那肯定移民中合法的就是守法的这些移民肯定是占绝大多数的。我不知道为啥这个口号，这些组织者的口号的喊的就是变成了反移民活动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些组织者疏忽了，还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，为了吸引人眼球。这就让我想起来，好比如说美国的特朗普的他的这政策。他的政策也是反就是非法移民的，就是美墨边境那些人就是不让他们过来之类的。但不知道为啥就是被传成就是特朗普反移民了，尤其是在简中这种自媒体圈，就是说特朗普反移民了。其实人家反的本来就这种非法移民，我觉得这非法移民肯定是要被禁止的呀，这根本不需要讨论吧？如果非法的就变成合法了，那还需要法干啥呀？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反的是这种非法移民，而不是这种移民。另外的话，我看到就是在这一些就是视频或者新闻评论底下，还有一些人说，当地人说，政府在接收难民之前，应该优先考虑一下本国的这些穷人，先把本国的穷人的生存安顿好了之后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再来接收一些难民。我觉得这种想法就很朴素，也很正常嘛。但我觉得现实情况就是这种想法肯定就不会被实现嘛。因为这就好比像一个公司一样。
那公司它就如果有钱的话，它肯定是不会主动给老员工来就是主动给加工资的吧？如果他有一些钱的话，他肯定有些可能就会用于这种营销部门嘛，就是营销自己，就是来宣传自己公司有多么的这种多元包容啊，以人为本啊等等，就是提升自己公司的形象，然后扩大影响力嘛。然后如果能趁此来骗过来几个那种人才过来的话，引入人才的话，那公司肯定是赚翻了嘛。当然，这过程中肯定不可避免的会接收过来一些骗子嘛。那至于接收过来的这些骗子所带来的成本，那这些管理者制定政策的人肯定就不用承担嘛，那肯定就是底下普通员工来承担就好了嘛。如果普通员工实在是受不了这些骗子，然后开始闹腾的话，那就适当的这些管理者就把移民政策给紧缩一下嘛。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消解一部分的就是反抗的情绪嘛。反正因为移民又没什么权利，那就是想怎么拿捏就被怎么拿捏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难民优先来考虑本地的这种公民、穷人的这些利益，应该也是不太现实的。然后再来说一下整个事件中，我觉得最受伤的应该就是那些合法的，然后努力工作的，然后也能纳税的这些移民了。因为其实爱尔兰这种国家肯定是需要移民的嘛，因为不管哪个国家，它都会有一些人会移民到其他国家去。比如说爱尔兰很多人就可能会移民到英国呀、美国、澳大利亚这种嘛。那能移民出去的人，肯定一般来说，他肯定是处于在他们母国来说，他肯定是至少是中上以上的这个层次的人嘛。那如果他们走了的话，肯定是缺少一些人才的嘛。那肯定就需要政府来引进一些移民来填补这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的嘛。否则的话，他们的经济肯定也会发展受限的吧。所以就是合法的这些适当的就是素质比较高的、有技能这些移民肯定是他们需要的嘛。如果爱尔兰本地人觉得这一部分移民也是多余的，他们也不需要的话，那我觉得他们应该直接反的应该是他们的政府，反的是他们的这种移民政策才对啊。因为移民又没什么，这合法移民又没什么错误，他们能来，那肯定就是你们政府政策允许他们才来的嘛。所以他们也不应该反移民，而是应该反他们的政府，反他们的移民政策而已。说起这个移民政策，我觉得这些国家吧，也英语的这些国家，它移民政策确实有的时候就很虚伪。就拿这种学签来举例吧，比如说我们在申请签证的时候，你都需要有一个申请信，在申请信中一定不能流露出你有移民的倾向，一定你会向签证官表示你学习完之后你就会立马回到你的母国的，但其实事实情况是，很多人都是通过移民，通过留学呢，然后毕业之后拿到工签，然后再来完成这个移民的。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条路径的嘛。那肯定这些签证官呀，这些政府官员肯定就知道这么事实了嘛。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不直接立法，就说不给你毕业后的学签、工签，或者是直接就是立法是说你毕业之后你必须得回国，不回国你就是永久就被拉黑之类的吧？那他们为啥不这么做？说白了还就是钱利益这个问题，因为留学这个早就是一个产业了。你想一个留学生就相当于他的学费至少是本地公民的4到5倍，至少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想在毫无就是成本多的成本的投入下，直接利润就翻了400-500倍，400-500%，就是翻了4-5倍。你想这个利润得有多大呀？所以他们就不会说是不给你就毕业后工签，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让你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嘛。如果他们真的就是禁止了不给你发放毕业工签的话，你看还有几个留学生来的？他们肯定他们的这种立法，他们肯定是各种内部的阻力，也不会让他通过的。那为啥他们还需要多此一举，还就是来审核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移民倾向呢？说白了还是为了给本地的选民一个交代的嘛。
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也会抽查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移民倾向，有移民倾向我们就不给他发签证了，就只是一个安抚的一个作用而已嘛。那你说移民被这种移民政策愚弄，而且还被本地人仇视，你说那移民为啥还要往国外跑嘛？那说白了还就是因为移民就根据自身的条件综合考量下来，即便在国外当个二等公民，那也是比他们在母国的综合考量下，也是比他们在母国就是生活的好一点嘛。因为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，那个身体是最诚实的嘛。你别看现在网上很多中文就是自媒体一直在骂美国，如果有一天你直接给他一个美国绿卡，你看他跑的可能比谁都快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综合考量自身利益的一个妥协的一个决定嘛。那作为一个移民，你说面对现在这种反移民情绪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直接奋起反抗，就是我们来表达我们的诉求，我们表达我们自身的立场。比如说，我们最简单的，我们可以在这种反移民的视频或新闻底下，我们就说你们应该反的是那种非法移民或者是难民，或者是反的是你们的移民政策政府，而不是移民，移民是无辜的等等，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反抗，然后表达自己的诉求嘛立场。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利益一定是自己来争取的，因为没有人会主动的把蛋糕送到你嘴里。这种现象比如说在很多这种简中圈说，简中圈里面说美国人或者是澳大利亚人特别的喜欢歧视华人，那歧视肯定是存在的。我主要是想问的是，别人歧视你之后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反抗？如果你连一点反抗都没有，那你不就是任人宰割了吗？自己的权益一定是自己来争取到的嘛。我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美国黑人的历史嘛。你想美国黑人历史上那地位有多低啊？那被白人歧视成什么样了？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金的那个 I Have a Dream 这个演讲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吧？那就是黑人就是因为他们在受歧视的情况下，他们就不断的付出实际的行动，一代人的努力，他们才能争取到现在黑人的地位。你看现在黑人的地位有多高？那作为不管是华人还是黄种人还是其他的族裔的人，那如果你被歧视了，那自己的权益一定是自己来争取的。如果你自己都不争取自己的权益，那没人来 care 你，脸都是自己来挣的，而不是靠别人来施舍的。你像中国古代描述的那种大同世界里面的那种平和和谐，那一定是那只能存在于梦中，而事实上，现实就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权益一定是我们自己来争取的。我今天想聊的就这么多吧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好，拜拜。